大家好，我是朋克，我是那个忐忑 Memes for 中国呢小年的管理员，来自澳大利亚，现在在台南读书，可能过1个多月就要回澳洲了。从一个研究生的角度来说，就像基因一样的嘛，就是可以从一个人传播到别人。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，可能是一个搞笑的图片，或者一个可以被模仿的一个概念，可以被模仿的一个图案这样子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在澳洲是一个特色的学校，叫 Australia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School。那边的学生就很多都是那种很 geek， 就很喜欢网络上文化这样。可能上课的时候都会去唱一些那种跟 meme 文化有关系的歌，就是很傻逼。可能是因为跟这些人天天混在一起嘛，就慢慢就开始接触到。它前面4个字没有什么具体的含义，就是当时候我还不是很确定自己是不是要做一个粉专，然后就随便取了一个名字，这4个字比较好看。它后面的部分就是 Memes for 中国的少年，它是一个 snow clone， 就是很多粉专它会有一些名字，比如说 Car Memes for Racing Teens 这种，把这个 snow clone 就是翻成中文嘛。我原来那个粉专 Avant-Garde Memes from China 主要是给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老外，或者一些 ABC 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。但是做了新的粉专之后，我想就是做一个粉专就去模仿它，所以就开始做一些跟台湾有关系的梗，所以就是说一些反台独或者一些嘲笑台湾的一些梗。尤其是我来台湾之后，然后后来发现我们台湾的粉丝越来越多，其实本来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没有这个目的嘛。台湾主要是去模仿西方的多 meme 的那个方式嘛，这不是说这样是不好的嘛，模仿也是一种自我表达方式，但是可能是还没有那么的发达，可能还没有西方那么的发达，所以它还是依赖西方文化的影响。但是最近是慢慢就变好了，就说有一些就是完全是虚有台湾的梗，尤其是跟政治有关系的梗，很多就是很有台湾味，然后这我很佩服。所以说目前台湾最好的迷都是跟政治有关系，因为政治的东西你无法去模仿西方的那个梗，你只能做自己的嘛。有一个叫做 Aussie Adventures， 是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个喜剧，这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个 Steve Irwin Crocodile Hunter， 然后这个戏剧就是去模仿 Steve Irwin 这种拍片子的方式嘛，就是去野外，然后去跟那个野外的动物互动，但是他的动作都很蠢，其实很明显他是一个对户外不是很了解的人。就小时候去看这个片子嘛，觉得很搞笑。现在很多人做 meme 就是去想念这个节目，就说这个人物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谁都知道的，像的一个澳洲的文化中间的一个神。是猫派还是狗派？我喜欢鸟。假设今天你有机会认识一种动物，然后有2个可以选择，第一种是它有3层楼高，然后会说双关语的鸽子，然后另外一种是会骂脏话的飞天红。可能是第2种吧，因为我自己是有朋克派的嘛，然后我觉得用一些小话，用一些幽默的方式，它就是用来嘲笑的嘛。但是你要就是讲一些真实的事情嘛，那有时候就是要用你自己的语言，就是你要表示你的情绪，那就是可能会用脏话。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和蔬菜聊天，你会想要和哪一种蔬菜说？我比较喜欢菠菜，就是菠菜很帅嘛，所以想认识一下他。然后来台湾最惊讶的一件事，台湾人讲话都很奇怪，然后刚来的时候也真的很不习惯就是有很多词汇就是在大陆不会用，然后
其实我刚来的第两三个礼拜，就是有时候跟本地人讲话，就是完全听不懂。如果你对那个 meme 故事北京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给那个培养 meme 粉专按赞。OK 啊，谢谢。